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之一。1958年，有一个哥们儿站出来说，人类一定能够彻底铲除这个叫做天花的病毒。这个哥们儿叫做维克多·日丹诺夫，他是苏联的病毒学家。日丹诺夫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这个建议，立刻震撼了全世界各国的卫生部门。为什么？因为病毒学家们一合计，这个建议真的有可能实现。全人类携手一起消灭天花病毒，这意味着一种生物联合起来消灭了另一种生物。在地球38亿年的生命史中，这种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如今时机已到。天花到底是什么？人类如何战胜了天花？有关这个离奇曲折的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到1898年，在埃及古城卢克索的帝王谷，编号 KV35的陵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几座法老的棺木。当其中一个棺木被打开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座法老的木乃伊上有很多奇怪的小点儿，在那个时代，人们对这些小点儿并不陌生。法老的脸部、脖子和肩膀上都留下了类似天花造成的疤痕，法老很可能死于天花。从现有的证据来看，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天花病人，大概在公元前1161年，也就是说，距今3200年前，天花就袭击了古埃及。但这肯定不是天花第一次攻击人类。天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病毒，没人知道它是怎样起源的。科学家猜测，最早的天花可能是一种无害的痘病毒。一开始，它会感染家畜，通过家畜进入人体。经过无数次变异，天花病毒终于可以在人体组织中生长、复制，并最终进化为致命病毒。讲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提出一个问题啊，病毒不能离开宿主生活在自然界里，天花病毒杀死宿主后自己也跟着死了，这种进化意义何在呢？这是因为杀死宿主并不是病毒的目的，病毒的传播能力才是进化的关键。在病毒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独立传播权衡理论。毒性太强会杀死宿主，阻断传播；毒性太弱，传播效率低，也不利于病毒的繁衍。天花这个坏蛋就进化出了最优的毒性水平，主要体现在它的传播特性上。天花的潜伏期比较长，通常是12到14天，感染者在死亡前还有数天的高度传染性，在病毒大量传播后，宿主才会死亡。这就是天花的目的，尽最大可能性进行传播。天花一旦成型，带给人类的灾难简直罄竹难书。天花病毒会破坏人体的凝血系统，导致全身性的大出血，造成人类死亡。天花会在皮肤、黏膜及内脏里大量复制，使细胞坏死性的损伤，最终因器官功能衰竭而亡。天花还会引发致命的并发症，比如病毒性的肺炎，让人呼吸衰竭而死。天花还会引起脑膜炎，让脑颅内压升高，人会陷入昏迷而死亡。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天花传遍了亚欧非3块大陆。由于过去没有科学统计数据，天花到底制造了多少死亡仍然是个谜。直到西方人发现了新大陆，恐怖的数据出现了。时间要回溯到1519年，西班牙人赫南科尔特斯率远征军登陆了墨西哥海岸，他们把天花病毒带到了美洲大陆。西班牙人的船上有一名黑奴，此人叫弗朗西斯科·德艾奎亚，他是一位天花的携带者。这名黑奴成为病毒传播的关键源头，美洲的疫情由此全面爆发。我们以前也讲过阿兹特克帝国的故事，但是没有讲天花在帝国陷落时的作用。当1521年西班牙人围攻阿兹特克首都时，城内天花爆发，死了一半的人，人口从30万减到了15万，守城的力量崩溃了，最终城市被攻陷。这些都是有历史记录可查的。在西班牙人登陆美洲前，
美洲的原住民约有2500万，1个世纪后人口就剩600万人了，死亡率超过了75%。究其原因就是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对病毒毫无免疫力，以天花为主的病毒最终形成了生物种族灭绝效应。据统计，天花的死亡率高达30%，在某些群体中甚至更高。这种病毒不但有超高的致死率、极强的传染性、极其痛苦的治疗过程，就算侥幸治愈，幸存者也常常面部毁容，部分人失明或终身残疾。天花病毒实在是太可怕了。最早思考抵御天花威胁的是中国人。大约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宋朝人发现了一个现象：得过天花的人如果没有死掉，终身都不会再得天花。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主动的去感染天花，只要不致死，以后就再也不怕天花感染了？这种想法很快得到了实施。在宋朝医书《医宗金鉴》中有记录，宋真宗时期，四川有人发明了种豆技术，为当时丞相王旦的儿子接过种。以后接种的方法开始广泛流传，这种方法称为鼻苗法，就是将天花患者的豆荚磨研成粉，通过鼻腔接种，先让人感染天花病毒，从而实现主动免疫。鼻苗法的发现的确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了不起的医疗方法。时间来到17世纪末期，在明清交替的时候，中国人发明了更多的豆苗接种方法，把豆粒里面的浆液取出来，涂在人的皮肤上，称为浆苗法；把天花的豆荚皮揭下来，让人吃下去，称为食苗法；把豆荚屑浸泡在水里，灌到鼻孔里，称为水苗法。不管使用什么方式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人主动免疫的方法。到了18世纪，鼻苗法也逐渐传到了欧洲。英国皇家学会首先学会了这种人豆接种法，人豆法开始在欧洲流传开来。但是人豆法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这种方法虽然有一定的成效，可是人还是要被天花病毒感染，感染的人仍然可能会死掉。死亡率是多少呢？大概是1%到2%左右，这种死亡率还是太高了。有没有可能发明一种新的种豆法，既能免除天花的威胁，又能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呢？真正对天花预防做出重大贡献，甚至为整个人类疾病预防做出重大贡献的，是一位英国的医生。时间来到1772年，23岁的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偶然听到了一件事儿：得过牛痘的奶牛女工不会得天花。当时的主流医学界认为这是一种迷信，都当成了一个笑话。只有詹纳对这个传言上了心。何为牛痘牛痘是牛身上的一种病毒，能通过牛传给人。当时得牛痘的主要是挤牛奶的女工，她们的胳膊和手上会长出皮疹、脓泡，人会轻微的发烧，很快呢就会自愈，不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詹纳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这些得过牛痘的女工真的没有一个再次染上天花，这说明传言是真的。于是詹纳想，天花与牛痘这两种疾病之间可能有某种天然免疫联系，它们有一种功能性的互斥，一个可以预防另一个。经过长达24年的调研与思考，詹纳决心做一个危险而大胆的实验。时间来到1796年5月14日，在詹纳医生首次观测牛痘24年之后，他做了一个改变了全人类命运的接种手术。詹纳给8岁的男孩菲普斯接种了牛痘，豆苗取自一位挤奶女工。菲普斯出现了局部的反应，几天后就完全恢复了。2个月后，他为菲普斯接种了人身上的天花疮液体。菲普斯仅出现了轻微发热、局部脓泡，1周后完全恢复，结果大获成功。这一刻，牛痘疫苗诞生了。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天花灭绝的命运开始被悄然地书写。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科学记录的疫苗接种实验。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看，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件事儿。
牛痘病毒与天花病毒同属正痘病毒属，得过牛痘的人身体里就产生了抗体，这种抗体不但能免疫牛痘，对同属病毒天花也产生了免疫能力。但是在18世纪末，病毒、病原体、病毒分类学这些概念都还没有建立，詹纳不可能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理解牛痘与天花的关系，他是凭借对自然的经验观察、逻辑推理与科学胆识，精准地捕捉了交叉免疫的生物现象。詹纳不懂分子结构，但是他读懂了自然。2年后，牛痘疫苗开始在英国全面推行，逐渐传向了世界。詹纳开创了用温和病毒训练免疫系统的理论原型，这一思路奠定了免疫学、公共卫生学的雏形。后来的破伤风疫苗、麻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都是在这条路上的延续。时间来到1966年，在节目一开头咱们提到过，1958年苏联病毒学家日丹诺夫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各国联手共同铲除天花的建议。虽然与会各国都表示支持，但是由于美苏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相关国家官僚化等原因这个计划并没有付诸行动。8年后的1966年，美苏两国终于达成共识，在第19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决议，正式开展根除天花的行动。在第2年的1967年进行全球调查，发现天花仍然猖獗，除了北美和欧洲，天花在亚非拉各大陆都有流行，每年有1000万到1500万人患病。到60年代末，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中国通过疫苗接种和全国防疫动员，成功地根除了天花。尽管是在全球根除天花的背景下进行的，但中国基本独立自主，动员有力，成效显著，成为全球的楷模之一。这是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重大成就。1969年，在苏联流行病专家的帮助下，印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防治天花行动，数十万卫生人员挨家挨户的走访，即便在偏远的喜马拉雅山村，他们也坚持不落下一人，在当年就完成了第1轮全印度的疫苗覆盖。1972年，在美国疾控中心和巴西卫生人员的合作下，完成了亚马逊丛林的最后疫苗接种。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撑着独木舟，带着疫苗进入世界尽头，只为让死亡无处藏身。”1975年10月，孟加拉根治了全国最后一例天花患者，3岁的拉哈马。1976年，在联合国医疗队协助下，刚果金和肯尼亚完成了最后一轮疫苗接种。然后就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1977年10月26日，索马里的海滨小镇中，一名叫做阿里·马奥·马林的青年被治愈。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位自然感染天花的患者。在10年的时间里，人类穿越了高山、丛林、沙漠与战争地带，超过5亿剂疫苗被投入使用，2亿多人被成功免疫，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但是全球的流行病工作者没有懈怠，他们仍在密切地关注着天花的动向。天花没有再来，最终2年后的1979年12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郑重发布了根除天花宣言。宣言用6种语言写道：我们全球扑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委员证实扑灭天花已经在全世界实现，至此天花病毒彻底被人类消灭。天花的灭绝首先是一次全人类合作的奇迹，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超过140个国家共同参与，美国、苏联、中国、印度等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为了消灭天花都摒弃了政治对立，这有力地证明了面对共同威胁，人类可以超越分歧而合作。天花的灭绝也是人类第一次不是靠自然进化或环境变化，而是主动依靠科技手段消灭了一种长期伴随人类的致命病毒。它给人类传达了一个深远的信号：疾病不是天命，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战胜大自然产生的恶魔，人类有能力塑造自己的
生存条件。以上就是天花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以科学为鉴，勇气为光，合作为盾，人类就一定能够走出黑暗，重新书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